芝，今天之后，莫儿可就满18了。是啊，换个人啊，早就被大夏武神留下的太初神诀给撑爆了。也亏得我们当年骗他有先天病，说筑基才能好，不然以他那性子，哪可安安稳稳修炼10年？这单纯的孩子，还不知自己早就是武道最高境界了。刚刚又失败了，10年了，还是摸不到筑基的边吗？小八这里筑基只能活不到20，可我就是跨不过这个门槛，真没用。青衣，你看屏风后那气劲，不对啊，那是突破的迹象，怎么可能？莫儿早就神已境大圆满了，根据万年修真历史，那是破无可破的最高境界了。别发呆了，他要是爆炸了，咱们西星山得变平地啊！是化作粉机啊！结界，快开结界！这次我一定要成功！又失败了，明明感觉快要成功了，怎么又散了？我的傻莫儿，你这失败再狠点儿，西星山就得改叫七星坑了。莫儿，出来说话。哦，来了。快转过去，小猫没穿衣服，不许看。哦，可是我都给你们搓了10年背了。青衣小妈后腰有颗浅粉色的痣，凝脂小妈屁股上有块月牙形胎记。我对你们的身体比对自己的都了解，这还等什么等？闭嘴！以前你是小屁孩，现在你成年了，是男人了，能一样吗？哦，啊，下山，你们要赶我走？就算不能一起洗澡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什么叫赶？我们养你18年，难道还要养你一辈子？养儿防老，懂不懂？现在该你赚钱养我们了。就是，你看我们俩，每天给你做饭洗衣，还得盯着你修炼，其实是怕你扎身，你说多辛苦啊！懂了。那我什么时候走？这才乖，明早出发。这次下山呢，给你3个任务，完成了才能回来。这第一个嘛，赚1000亿回来给我们花。你坑儿也坑太狠了。1000亿，那是多少？很难赚吗？不难不难，你这么厉害，下山随便露2手，别说1000亿，1万亿也是手到擒来的。你就别埋汰我了，我厉害个屁！我连筑基都还没成呢。莫儿呀，你想想，小妈妈照顾你这么多年，买衣服要花钱，买新玉也要花钱，给你补身体的糖豆更是天价。你总不能让我们老了还吃苦吧？还有啊，小妈我上次看中一只赤金步摇，都没舍得买呢，最后又给你买了糖豆。我一定会赚钱回来的。那第2个任务，如果你下山遇到一个叫林仙鹤的道士，顺手把他杀了。杀了？我没杀过人啊，我连只鸡都没杀过。不是让你学杀人，就是那个道士不是个好人，当年还害过你爸呢。总之呢，你见了他，用你2成的力气打他2拳就完事儿了嘛。以你的实力，1成力气都能够将他化成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小妈。那这2个任务算你答应了。第3个任务，明早出发前再和你说。第3个任务，当年你爹给你定下的婚约，楚家、楚明月，你顺路过去，把这婚给退了。
退了婚，你就赶紧去赚你的1000亿，办利索，听到没？哦，听到了，小妈。那我先走了啊。惨了，压根没听见后面说的啥。青衣啊，你怎么让他把婚给退了呀？你就不怕这孩子讨不到老婆？之前楚家是大嫁首付，这婚约当然想分开，但前阵子听说楚家早就破产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外债。再说莫尔实力天下无敌，还怕讨不到媳妇儿？他呀是要赚1000亿养我们俩啊，跟老赖扯上关系，岂不是平添麻烦？哟，这算盘还是你算的细。莫尔说不定啊，还觉得我们通情达理，不搞婚姻包办那一套。那是，走吧吧。真是搞不懂小妈他们怎么想的，以前总说他们开明，今天就给我个婚书，让我去办利索点儿。唉，真是说一套又做一套。算了，看在他们长得好看的份上，就依了他们吧。毕竟这个婚事也接近了，不给他们面子，也得给爹面子。哎呀，不就是结婚嘛，娶媳妇嘛，谁怕谁啊？哎呀！你看这个上，真的适合你。啊，六弟，你过来。哎，你昨天是不是刚满16？已经成年了吧？对啊，成年了，能领失业救济？比失业救济值钱。你拿这个去城东银行，就说自己是楚家6少爷，要贷笔投资款，能贷多少贷多少。实在不行，咱就把老宅给抵了。押房契。押了房契，咱们住哪儿啊？放心，爸当年给楚家布下的雷电法器，神隐境以下的家伙根本进不来。就算他拿到房契了，也只能在外蹦跶。再说，姐可是用这个方法贷了5次巨款，屡试不爽。大姐，还是你会搞钱？那还用说？我可是大夏国玉女大赖王，在这年头能称得上王之称号的，满打满算也就8个。你姐我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。是啊。行了，带他们去玩吧。好嘞，来，看什么呢？啊？爸死前留下很多隐藏产业，还有上千张嘴要吃饭。我不死撑着，不仅弟弟妹妹，上千个人都要流落街头。大姐，不好了，又有追债的杀过来了。这儿应该就是云城楚家，没错吧？大姐，不好了，又有追债的人杀过来了。崔家部老大黑豹亲自带队，据说在道上混了10年，元婴期高手，手段狠得很。就这样，除了神隐境那些千年老怪物，爸留下来的法器，那化神境都能打。区区元婴，来多少个都得喝西北风。再说，区1000万，连滚带利居然要5000万，抢钱呢！楚明月，你个臭老赖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老子诅咒你，诅咒你祖宗18代！哎，是不是没人呢？没有人搭理我呢？妈了个巴子，臭老赖！哼！大姐，黑金丹那些家伙在门口骂了半天，硬是进不来，都7七8八的走了。大姐她骂咱们祖宗18代，生孩子没屁眼呢。骂呗，骂我的人还少啊，他算哪根葱？再说，诚信早都黑了，本小姐无所畏惧。
姐，好像又来了个人，看着像学生，没带小弟。没事儿，估计就是哪个催债公司派来的实习生吧，反正他也进不来。死女老赖，别让老子逮着你，要不然非得给你卖到浴场去，找全场的兄弟光顾你，不给你钱。干啥呢？我骂爸。请问楚小姐在家吗？你谁啊？吹箫的？我叫陈默，是从西青山来的。按长辈的意思，是来娶楚大小姐的。姐，他不是来讨债的，他是来缠你身子的。什么？缠我的身子？难道他知道我是玉女大赖王，想抓我走，卖去洗浴场所抵债？好恶毒！不是姐，他是来娶你回家当媳妇儿的。啊？什么？路人败类，以身抵债还不够，还想让人做他媳妇儿，以后免费天天给他干是吧？大姐，要不找人干死他？对，走，看看。请问我现在能进来了吗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弄死他？对，姐，这楼顶正是法器所在的地方，平时连咱们都不敢碰。要是咱忽悠他从上面进来，一碰法器，五雷轰顶，腾的一下把他轰成气雾消散了，一了百了。没想到你小子心眼这么坏，不过姐喜欢，就这么办。外面那个想娶我是吧？前门过不来，你得从上面翻下来。啊？翻墙？这么刺激啊？对，我们楚家的规矩，娶大小姐就得走青云门。从上面跳下来，才算有诚意嘛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现在就翻。哇！哎，这个还真漂亮。我准备好了，我要下来了，你接住我。一旦雷电炸不死你这个王八蛋，本小姐再给你补一反转。别害怕，亲爱的，我在下面接着你哦。等你穿过法器，五雷轰顶，把你挫骨扬灰，到时候连渣都找不到，我看你怎么娶我。啊，好。你这哪里破？这可是化神大圆满刀口的买路的呀！你个死王八蛋，你居然敢偷亲我！是意外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说接住我的吗？既然碎了，神级高手都束手无策，却被这小子一下子搞坏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都躺在这儿啊？哎，是不是刚才有人偷亲你们呀？没事吧？混蛋，去死吧！啊！楚小姐，你怎么了？难道偷袭的人还在附近？没事，别怕，我保护你啊！到底什么怪物？我快要化神境都破坏不了我的法器，还能背到，这我元婴巅峰，差点当场就死去。楚小姐，你别吓我呀！哦，对，我会点医术，小妈教过我的。您家有玉石吗？小妈教的医术得在浴池施展才管用。哎，楚小姐，哎，你别吓我呀，楚小姐！
这是小妈教我的疗伤圣技，只要还有半口气，都能救活。你干什么？我你什么你？你个色狼！你是不是刚趁我晕倒，你脱我衣服？我没。你还看？你转过去！我是来给你疗伤的。小妈说，衣服脱光了才能让真气灌进去，而且我是你未婚夫，怎么会是色狼？赶紧走！陆小姐，是真的，不信你看。是真的？我爹和上任武神缔结的婚约？你爹是武神啊？我全突破元婴大圆满了，是天上掉下来的神仙，随随便便去。楚小姐，衣服全没了。你刚刚都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了白花花的你。闭嘴！你不许再说了！我命令你，你能给我忘了？哦，你到底什么人啊？居然真气如此霸道！我叫陈默，是从西星山来的。至于真气，我不知道，我连筑基都还没有到。筑基还没到？你骗谁呢？是真的。他能破坏神隐境的法器，一口气助我元婴期大圆满。你说你没筑基？这是真的。我修炼了10年，连筑基都没成。小妈说我先天有病，必须筑基才能好。是什么病啊？还需要筑基？小妈说是青春滞涩症，必须得要筑基才能打通，要不然活不过20岁。什么？青春滞涩症？你小妈肯定很漂亮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们俩都跟你一样好看。果然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。这俩小妈编的瞎话，跟我忽悠债主的本事有的一拼。这小子这么好看，我不骗她都对不起她这么漂亮。你下山除了娶亲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小妈让我赚1000亿回去。1000亿？看你的表情，1000亿很多吗？既然那小妈觉得她能赚1000亿，我这未婚妻凭什么不能分这个？楚家上下阶级那么困难，她赚不到钱就别想娶。对了，楚小姐，那你有什么赚钱的法子？我还真有能赚大钱的法子，正愁找不到人呢。真的？好厉害啊！这次听说翻就一夜都值。是哇，好豪华呀！小妈说的纸醉金迷就是这样啊。别在这丢人现眼！我的目标就是那本书，翻开1页就能赚1亿，翻开整本那就是100亿。战上才翻1页呢。书中真的有黄金屋？笨蛋！这上官家族可是当今大夏的守护家族，大小姐上官飞凤更是商业帝国的女帝，别说区区100亿了，就是1000亿，对他们来说也就是9牛1毛。现在他们就在全世界悬赏能打开这本天书的谁。这女的不想读书就直说嘛，干嘛拿打不开书当借口？今年不会有人哟，这不是欠了一屁股债，还敢来上流社会晃的大赖王小姐？关你屁事！臭人！哎，嘚瑟什么呢？难道你不知道黑金带背后的金主是宋家吗？上回你家的结界确实是力不认栽，这样我看你往哪跑！哎呀，这可是上官家的地盘，你动手试试。下一位，玄武门协会李会长，元婴期修为，请示范天书。说的真大事啊，能把这东西觉得有点悬。哎呦，何必这么大？这人怎么了？
碰下书就吐血，不想看就直说嘛，干嘛这么拼命啊？你懂个屁呀！这书可是有武神能力禁制的，能力不够的人轻易碰它，轻则气息紊乱吐血，重则浑身瘫痪，甚至暴毙。放眼天下，只有我宋家供奉的黑豹才能打开此书。我们光研究就花了3000万。就他呀！哎呀，我都怕他拆个快递就把手给划破了，还想开天书。臭三八，你找死！上官家司仪，如果黑豹能打开此书，借跪地斩杀老赖，可以吗？女帝有令，无论男女，能翻开天书者，男士娶女帝，女士可以嫁给上官家唯一的少女。别说借地杀人了，就让上官家帮你诛杀又如何呢？听到没有？这个女老赖我非杀不可，这个女帝我也娶定了。黑豹，上。他能翻开吗？看看这么多钱呢。废物！我要娶女帝，你死也要给我打开！刚才说是吧？那么哎呦，连书皮都碰不成。宋长，你这3000万研究，怕是买了个寂寞。本来人家不想来的，可是听说能嫁上关少爷，那小正太我可查好久了。是千面红狐林11，3年前他单枪匹马闯过了12家安保公司，偷了人家钻石之心，还留了自拍照。听说他早就是元婴期高手，霸王之一，真气能化形呢。等着狐妹子失手了，你就上去，咱们打开天书拿了钱，咱们先走，别看他们在这耍猴。可是这个书好像真的有机关，我真信了。楚老赖，你狗眼看人低，你看好了，老娘这就给你打开。哟，狐妹子，你不会没吃饭吧？你刚刚吹着牛，不够你垫肚子的。闭嘴！老娘今天非打开不可！我要嫁给上官少爷。不就是本破书吗？这还想着嫁给上官少爷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个个连命都不要了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他到底什么人头？这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呀，至于搞得头破血流的吗？对呀，这太可怕了，这简直不可思议啊！天哪！楚小姐，千万别忘了拿钱啊！这家伙到底有什么实力啊？天书我们打开了，110，拿来。讲。报告女帝，无字天书被人全翻开了，武神禁制对他没有用，跟翻普通书似的。全翻开了。谁？看着像外地来的傻小子，现在送011去医院了。按祖训，天书被能打开的人碰过，禁制本就会失效，所以不肯定他打开之前是否已失灵。查他身份，去下，1分钟内给我。备车，我要去见他。
出发。是。无字天书一开，等我学会太初神诀，就能成为新一代大夏女武神了。哼！二妹，到账100亿，你先划走50亿，先把咱楚家城南那几个项目给盘活。至于剩下那50个亿，哎，先给那傻子留着吧。放心吧，姐赚到钱还会再给楚家打钱的。听话。可是，走，姐领你吃大餐去。可是，小妈说赚了钱要省着点花。你傻呀？咱俩在一起都强得可怕了。再说了，钱没了还可以再赚嘛。那100亿是不是只够吃1顿饭啊？大差不差吧。那我能再加个烤腰子吗？有点出息，下10个。真的？走。楚大小姐，当年楚家是首富时，你父亲也是这么教你哄骗老实人的。上官，你来的倒是快。说到骗，哪有你上官家当年抢我楚家标书，害得我们家破产，只有你们厉害。商场上各凭本事，输了就抱怨，还动歪心思搞我家无字天书禁制。妈，你家禁制破了，就赖我。除了你这大赖王，谁还敢对天书动歪心思？你到底使了什么旁门左道的手段？你猜，猜对我就告诉你。我杀了你这大赖王，省得你再出来祸害人。你别碰他，楚小姐是好人，还请我吃烤腰子。哼，你是不是傻子？人家都把你卖了，你还替人家数钱？你别跟他胡说。楚小姐是我媳妇儿，她就算骗我也是为我好。你要打她，就先打我。就你那点能耐，你连我们家默默一根头发都伤不到。再不让他，我连你一块儿杀！再不让他，我连你一块儿杀！上官小姐呢？不重要，可能被你震到10万8千里了吧？你放屁！我家女帝练的是9天飞凤诀，那是能与武神功法抗衡的绝学。她肯定是突然有急事，又瞬移离开了。哎呀，走了，别管她。哎，还不知道上官小姐去哪儿了？管她呢，10个腰子还等着你呢。啊，对，走。那是什么力量？护体真气？不可能！我堂堂化神境初期的女帝，怎会被一个无名小卒？父亲，我被人弹飞了，那小子看着不到20，抬手挡了一下，我现在就摔在郊外，离事发地点至少50里。什么？被弹飞了50里？这等护体真气，至少是神隐境啊！可这世上怎会有如此年轻的神隐高手？连我这当今大夏武神都做不到，把你震飞那么远。他还把无字天书全翻开了，一页不落。那书的武神禁制，连我也只能翻开1页。上界武神号称100年最强，也只翻开了10页。世上最强的初代武神，也只翻到一半。怎么可能有人能全部翻开？禁制，一定是禁制出了问题。可能是他跟楚明月在一块儿，就是楚家那个大赖王。哦，是楚家那丫头，那就不奇怪了。当年他爹花天价买过天书仿品，说不定
动了什么歪门邪道，世上从没人能全翻天书，就算是神隐大圆满也做不到，必定是他搞的鬼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我修炼9天飞凤诀时，突然出了岔子。或许是你心底留了善念，功法自动触发飞凤归巢的技能。别想多了，这世上绝不可能有超过神隐大圆满的人。先回来，我给你看看伤。那个龙运大会马上启动了，到时候我和你再会会那小子。楚明月，沉默，本女帝一定要再会会你们。王子，我敬你。好啊，那我哇，楚小姐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拍卖会，来买好吃的地方。买好吃的，不应该去食品店吗？昨天那3个烤腰子都够我吃3天了。等会儿拍的化神丹是重头戏，只要拿下它，我这元婴大圆满就能冲化神境初期。到时候在龙运大会上，定能把上官飞凤踩在脚下。只要被左手钦定成为下一任女神候选人，还愁楚家不能东山再起？哎，你吃就知道吃，这里的东西可比你10个腰子还金贵。10个腰子啊！可是我们的100亿不是昨天就花完了吗？对啊，这是我自己的零花钱。等在这里拍到我想吃的东西，还另你吃烤腰子，加变态啦！真的假的，楚小姐？你对我这么好？别让人看见笑话。果然，用吃的就能拿捏这傻神仙，简直是老天爷派来帮我的。有了他，本小姐以后什么事儿办不成？走。哦，这样。宋少，这化神丹你就拍下来送给人家嘛。等我突破化神境了，人家陪你双修啊。就凭你说的这句话，这丹药我宋某要定了。化神丹起拍价5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。全场听着，我宋家财大气粗，今天谁他妈要是敢跟我抢，就是打我宋家的脸。只要拿到化神丹，突破化神境初期，既能修复天书反噬的伤害，还能在龙运大会一鸣惊人。到时候我就能和女帝平起平坐了。6000万，6000万一次，7000万，7000万一次，1个亿，4号起价1亿。宋少，你好威风啊！必须。哦，2亿。7号起价2亿。哦，不，再说一遍。我媳妇儿喜欢吃这个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你一个大男人就让我呗。哎呀，还是我们家默默疼我，不像有些人都不舍得给女人花钱。你个死老赖搅局是吗？2.5亿，3亿，3.5亿。哎呀，默默，这点钱哪儿够呀？你不会不爱我了吧？怎么会呢？5亿，10亿。昨天自己吃一顿饭100亿，给媳妇买点零食怎么也得20亿。够了，省着点。送上10亿，还跟不跟？10亿成交。10亿买颗丹药，这是家里有矿还是矿里有家呀？自己跟自己加价，太牛逼了！这操作闻所未闻呐！这么多钱，连卖了都不够。
据我所知，楚明月才元婴巅峰，真以为一颗化神丹就能破境？我当年堆了3枚才成，他这是痴心妄想。可他那笃定的样子，难道这奇怪的小子真能帮他？好狗不挡路，滚开！对，好狗不挡道。大代王还钱，欠我们黑金贷的10亿，现在就还。我只借了1000万。忘了告我们黑金贷的规矩是，只要追债1次不还，连本带利翻番。你自己算算，你都逃了多少回了？恐怕10亿都不止了吧？啊！你要是不还也没事儿，把你刚拍的化神丹交出来，然后再把你的身体交给我们，一笔勾销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宋公子要债，我可不会袖手旁观。不许欺负我媳妇儿！哎，有我老公护着我，你们怕是连个毛都拿不到。黑豹和林瑶瑶都是元婴高手，大奶王居然信这小子能挡住他们？难道这小子真有猫腻？就凭你，上官家已经公布了，是武神禁制失灵了，才让你捡漏翻开天书。就你这个穷光蛋，你凭什么护着他？还以为是高人呢，原来用的是下三滥呢。哎，我老公能让武神禁制失灵，让你们几个失灵好像也不难吧？对，虽然我不喜欢打架，但是我会保护我媳妇儿。找死！给我把他弄死，让他们见识一下元婴强者的实力。你跑什么？哎，他们2个是元婴，我连筑基都没有，打不过的。刚刚护着你就装样子，被小妈忽悠太死了。这傻神仙对自己实力一无所知。哎呀，别怕，我可是元婴大圆满，咱俩联手，强的可怕。可是他们高我2个大境界。哼，行，死就死，我尽全力。你等等，不用尽全力，一点点力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他们很厉害的。哎呀，我还是尽全力吧。喂，你俩商量好了没有？还想用计策对我们？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别打断了腿，跪下来磕头叫爷爷。哎，一会儿跪着求饶的，还不一定是谁呢。那小子紧张的样子不像是装的，楚明月却笃定的奇怪。这2个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哇，楚小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一根手指头就能轻松搞定。有你这样的媳妇儿，以后我能横着走了。刚才那股气劲明明是从陈默身上爆发的，楚明月根本没动。那是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以后有姐在，保你横行无忌。宋少，你不挺厉害的吗？你要不要亲自试试啊？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那我的1000万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真当我楚大小姐是老赖了？千年老赖还装毛线？不过你要还钱自然好。连本带利，够了吧？滚吧！走，这女人又来了，心魂不散。默默，我们走。既然楚大小姐一招能秒2个元婴，不如咱们切磋切磋，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厉害。对付你这种角色，还用得着我出手啊？我小弟就够了。默默，给他松松筋骨。得嘞。那我可就上了。上次被反贪50里的惨痛经历我可没忘。这小子要真是神隐大圆满高手，他一拳打过来，本小姐怕是比黑豹和林瑶瑶还惨。
这小子到底是不是神隐大圆满？楚明月这老赖走了什么大运？不对，这背影好熟悉。小风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我师兄，也是现任武神的儿子，才6岁就有如此天赋。幸好他及时救了你，可惜了，你比他大5岁，不然倒是天作之合。小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哼，当然没事儿。你不出手，我自己也能收拾那些匪徒。哦，再见。小弟弟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长大后，你要是还能比我强，我上官飞凤就嫁给你。他有金色真气，年纪也对得上，难道真是他？你果然比我强，我一定要信守诺言。你们楚家欠我们果果带的钱还不上，哎呀，那就用你们的果照来抵。3天内楚明月还不上钱，我让全网欣赏你的果照。放开我！你要敢这么做，我大姐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们可是大夏国最有实力的借贷公司，我们年薪2亿聘请的功劳可是8王之一神机妙算。你大姐区区元婴期，她算个屁呀！是吗？哟，大来王，你这张脸蛋和身段拍出来的果照可比你妹妹值钱多了。这有多少人等着看呢？我这可是帮你出名，也算正义之举吧。果果的，看来黑金带的教训没有让你们吸取，想步黑豹的后尘是吧？大奶王真会说笑，你家的禁制早就被打破碎了，就凭你元婴期的修为，还想打得过我家功劳？识相得让自己脱啊，别逼我们动手。大姐，快走，别管我们！区区化神境初期，就敢在我们楚家地盘撒野，还不够我小弟打一拳的呢！他就是个傻子，他能一拳把我们家功劳打飞？楚明月，我看你是吹牛把自己都吹信了吧？小子，你就是他小弟，来，往这儿打，我看你怎么能把老夫打飞。媳妇儿，他是化神境，我连筑基都没到，我打不过。别怕，姐给你传气，在楚家地盘，楚家的男人坚不可摧。好，我去揍飞这个老王八蛋。给他用力，用1成力就行，别把他们打死，弄脏地。演的真像，这傻子还真信了。1成力气，你就是用100成力气，也伤不到我1根头发。现在咱们来算算，你还要还多少钱？姑奶奶饶命啊！姑奶奶说我们有眼无珠，这钱我们不要了。敢欺负我妹妹，钱不用还就好了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嘴牌发网上，标题就写“果果带暴力催收，罪有应得”。姑奶奶，我饶不了你们！拍的不错，你们可以滚了。走，活该。大姐，你也太强了！你随便给小弟一点功力，就把化神境都给打飞了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强了？不是我强，而是只要我们2个一起，
才会强的可怕。那还是楚小姐厉害，往我背后轻轻一拍，我拳头都没使劲儿，那老头就飞到天上去了。那是也不看我是谁，骗子，他就是个大骗子。上官飞凤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别太单纯了，楚明月是出了名的大赖王，坑蒙拐骗，五毒俱全。他骗了你，身上的力量根本不是他传的。不会吧？楚小姐对我挺好的，还请我吃烤腰子呢。你一直被他利用了，他只是元婴期，怎么可能传功就让你击飞化神境的功了？我想起来了，一定是你在后面偷偷帮助我们，对不对？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一拳把那个老头打飞了。我就说嘛。哎，上官飞凤，这里是楚家，赶紧滚！大赖王，我不会再让你继续欺骗我的默默。你的默默，默默，你还记得我吗？12年前，武神府花园有个穿红裙子的小姐姐被绑架，是你救了她。你手心有金色的光。哦，好像是有一个坏人抓走了一个爱哭鬼姐姐。那你记得吗？你把坏人打跑后，小姐姐吓哭了，你还把手里的棒棒糖给她，说别哭了，再哭就成小花猫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爱哭鬼姐姐。啊！你说够了没有？10几年前的破事，你拿到现在来说。默默，你别听他的，我们俩现在双剑合璧，天下无敌才是真的。我没胡扯，他是上任武神的儿子，武神的儿子，天生真的假的？有金色真气，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传功。哎呀，多给我个面子，女孩子家家的，和气一点嘛。什么武神的儿子呀？我就是陈默。不过爱哭鬼姐姐，你现在不哭了，变得好看了。默默，我们走，继续办我们的庆功宴，吃腰子去。走。看见没？这就是花了10亿拍下来的化神丹，有了它，我突破化神境就指日可待了。到时候什么上官飞凤，那算什么？下一任武神候选人，本小姐预定了。哇，这就是能让人一步登天的化神丹吗？大姐你真牛！有了它，咱们楚家肯定能翻身。我们费了那么大努力，就是为了这个破东西。破东西？对啊，你们想吃跟我说嘛，我给你们带一麻袋过来嘛。看。我小妈说这是糖豆，给我当零嘴用的，想吃多少都有。给，拿着。不过跟我说啊，我再找我小妈要。哦，对，爱哭鬼姐姐，来给你。默默，你疯了！这是化神丹，不是糖豆。默默真大方，姐姐也没什么好报答的。喂你吃葡萄吧。默默，别吃他的，吃姐的香蕉，你行不行？吃我的，吃我的，吃我的，吃我的。默默，今天打走果果带那帮人，肩膀好酸啊，帮我揉揉呗。哦。默默，姐姐腿好酸啊，你能不能帮姐姐按按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在我家勾引男人！默默是上任武神的儿子，按当年两家的意思，本该是我的未婚夫，我让他揉腿怎么了？未婚夫？我啊？别做梦！看看这是什么？
这是假的！你这老赖有什么假证做不出来？爱哭鬼姐姐，这是真的，我小妈给我的。大赖王，你别得意，我先回去突破，暂时没空理你。慢走不送，下次别来抢我老公啦！哇，来，大家都吃，快吃！有了这次楚家的好日子，果然要来了。大姐，下个月龙运大会你要是去参加，说不定能得国手册封呢。对啊，要是成了下一任武神候选人，咱们楚家名声一打响，肯定能恢复昔日首富辉煌。是。能不能成，还得看我这双剑合璧的搭档给不给力吧。哎呀，参加那种大会干什么呀？吃力不讨好。那大会不仅美女多，而且挣钱还容易。你不是说你想给你那小妈挣千亿养老吗？这可是个大好机会。真的能挣那么多？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而且你之前说那个林老大，他也有可能去。他也去？那我也要去。楚小姐，你真的要和这些人比啊？他们看起来可比黑豹还可怕。对啊，所以你替我上去比啊！啊！难道你想让我一个弱女子上去挨打呀？哎，不是，只是我连筑基都没到。怕什么？我给你成功，我吃了糖豆，现在已经化神成功了。你放心，这大会有楚家的人，我给你放水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就不怕了。大开眼界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也太美了。嗨，是林瑶瑶，前龙云宝儿林仙鹤的女儿。爹，当年除了上任武神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他居然也参赛，听说上次被天手反噬的张全好，身手怕是又精进了。他就是林仙鹤的女儿。这小子怎么也来了？跟着大赖王到底是装神弄鬼，还是有点真本事啊？哎呦，赶紧！这不是赵师兄吗？慢着来啊！就是说呀，是八王之一的赵玄，本届大热门。听说他早就步入化神境了。这下林瑶瑶的风头要被压下去了，毕竟是实打实的化神境初期高手。这下真厉害！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敢挡小爷的路？哼！这次糟了，这傻神仙要是下连是还手，非让赵轩弹飞不可。万一弄出人命就不好办了。哎，你好，哎，女帝，女帝来了，这是女帝来了！我的天呀！女帝出来了！女帝是女帝降临了，他怎么来了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是啊，果然不一样，上官飞凤，他居然也来参加这一届大会，气质不同凡响。是啊，女帝大人是专门来跟我打招呼的吗？也对，这一届大会也就你我二人。哼。女帝怎么冲着那小子去了？他到底是谁呀？这小子可真有面子。上官飞凤，你又想干什么？龙云大会凶险，摸摸你。哎呀，我们楚家的人就不劳女帝费心了。你们上官家族现在就准备好，随时把武神称号交给楚家就行了。看来女帝是冲着楚明月去的，一个正道女帝，一个楚家老赖，他们父辈还有仇。这下呀，有好戏看了。可不是嘛，一个代表武林正统，一个专搞歪门邪道，这偏偏都是国色天香，这可比打擂好看多了。你们吵完了吗？那边报名好像开始了。
开始了。楚小姐，这个人是谁呀？怎么那么像舒先生？什么玩家？笨蛋，这可是相府国手大人身边的大红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这次专门来主持荣誉大会的。哦，诸位，今日龙运大会胜者不仅可得100亿奖金、夏国勇士金匾，更重要的是，国手大人更会钦点胜者为下一任武神候选人，甚至可能直接接任武神之名，执掌大夏国武力，守护万里疆域。哇，直接封神啊！是啊。哇，能当武神啊！不，才100亿，我们上次吃个烤腰子都花了，这还不够给我小妈养老的呢。哎呀，白痴！重要的不是钱，得了武神候选的称号，得一国之武力，天下之名声，别说100亿了，1000亿、万亿都能挣得回来。真的？那我要做武神。他是在做武神，这个人什么话都敢说。听好了，礼官力拔山河，气盖世。此鼎万斤重，能举起者过关。单手胜双手，单指胜双指。万斤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单指举鼎，纵观历史，估计只有前任武神能做到吧。金丹大圆满都不一定能举得起来啊！楚小姐，金丹期都举不起来，我怕是……万斤巨鼎，元婴期举起一时极限，某些连筑基都不到的废物，怕是连顶角都碰不到，竟还敢来参赛，简直是笑掉大牙！赵玄师兄说的对啊，这小子刚刚还说要当武神呢，他这脑子坏掉了吗？估计是大赖王请来的托，专门来恶心人的。我看也是。这小子还没筑基，垃圾一个。看来之前真是大赖王耍了什么手气。楚小姐，他们骂我们干嘛？别理他们，一群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家伙。怎么不敢应声啊？也是，像你这种靠女人撑腰的软蛋，怕是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。哼！赵玄这家伙是故意针对陈默了吗？难道是因为我刚才搭讪陈默，落了他面子？我不怕，我才不是软蛋。倒是你背这个巨剑像是砍柴的，比都没比，嚣张什么？你敢当众辱我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你？赵玄，比试尚未开始，你这样恐怕不合适吧？女帝小姐终于肯主动搭讪我，行，这次就卖你面子，饶这小子一命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一会儿谁要神还不一定。就是，一会儿让你看看谁才是废物。比赛正式开始。不行了，我金丹期大圆满，我都举不动，谁还能举得动这玩意儿？楚小姐，金丹期真的举不起来，要不然我还是……哎呀，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一会儿你就用一根手指，用力一抬就行了。大赖王，你忽悠傻子也得讲实际吧？这顶万斤重，单指抬起，你当他是前任武神呢？关你屁事儿！你就小心，一会儿你举鼎的时候别失了力，砸了自己的脚。下一位011，看我的吧！厉害！他举起来了，是011，神奇天赋，果然厉害啊！哎呀，用双手憋出个屁才举起来，生气什么呀？楚老外，等比赛结束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下一位赵玄。
发现金了。听说他是玄武门少主，3个炼器，15金丹，3生化神，简直是天纵奇才啊！太厉害了！那下一位，武神之女，上官飞凤。不错！哇！姐姐，这速度，这力量，可比赵全强多了呀！不要跟话题出去，这感觉比赵全厉害了一个档次。好啊，你牛逼，太丧了！太厉害了，弟弟！你弟小姐也是单手级别，看来今日也就我们有敌。你高兴就好。这小子还真敢上啊！刚刚新南区有人憋住内伤都没举起来，他连筑基都不到。他怕是被什么楚家大赖王忽悠惨了吧？他。默默，别怕，就按我说的做。答应的事，死也要做到，一根手指有力。加油，努力成为第一个被顶砸死的参赛者，让楚家成为笑柄。谁成为笑柄还不一定呢。死娘才才，这筑基没成的小子能举起巨梁，老子当场把鼎给吃了。楚小姐让人做手脚了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死就死，答应媳妇儿的事儿一定要做到。哇，楚小姐果然厉害啊！她是什么时候给这鼎做的手脚？咋这么轻啊，跟个气球似的？啊！真的假的？是傻小子，太强了，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，还真傻的，挺可爱的。绝对不可能！这小子怎么可能一根手指就……怎么就不可能了？我们家默默可是把鼎都给举飞了的人。刚刚你说什么来着？这吃吧。哎呀，这鼎都飞了，这会场的垃圾桶也可以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吃个够。对，我刚才亲耳听到，他们说要作弊。这鼎万斤重，从古至今就没人扔那么高。而且这小子刚才用的还是一根手指，这根本不合常理。这根手指头怎么可能这种事？依我看呢，这就是楚家的大赖王，只靠作弊出风头，好捞点好处。只是这手段太下作了，相信相府先生一定会主持公道的。哎呀，有些人啊，自己没本事就会诬赖别人。老夫主持龙运大会这么多年，确实没见过有人单指将这个万斤鼎举飞，而且还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确实不符合常理。我就说嘛，这肯定是作弊。就凭他一个筑基都不到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做到？楚家这手段也太拙劣了，哼！不过呢，凡事都讲证据。虽然老夫和诸位一样，心中存疑，但空口无凭。如果诸位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作弊，那我立马取消他的比赛资格，严惩不贷。但如果没有证据，那我只能按照规则来宣布他的比赛成绩有效，顺利晋级。证据，鼎都翻没有了，还哪来的证据？算你们好运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宣布楚家代表陈默举鼎晋级。耶！晋级就晋级吧，这种靠偷鸡摸狗混进来的，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找死。就是，接下来可没空子让你们钻了，识趣的话赶紧退赛，一会儿死得太难看了。楚小姐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你怕什么？谁死
还不一定呢。有我在，你放100个心吧。而且咱背后有人啊！楚小姐最厉害了，有你在肯定能赢。诸位请看，这就是第2关。在进入雷电结间后，谁坚持的时间越长，便为胜者。若在规定时间内主动弃权的话，便视为淘汰。啊，视为淘汰！天哪，今年怎么弄出那么要命的项目？这结界全是超限雷电，这可是模拟化神境天劫的强度啊！是啊，没元婴以上的实力根本熬不过第1节雷电，而且这劫数还会随着时间增加，每一轮天劫都会多一道雷。听说元婴突破化神也就5雷轰顶，可在这房间待久了，100雷轰顶都有可能。这试炼也太残酷了吧！哎呀，看来这关能陪我走到最后的，得是上官小姐了。其他人，怕是进去就得被电得外焦里嫩。哎，楚小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关我肯定行。你这傻神仙，哪关也不用怕呀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我小妈有个朋友叫什么？哦，雷神。以前没事干的时候，总喜欢拿雷劈着我玩。一开始呢是5雷轰顶，后来呢就变成50雷、500雷。现在这个雷劈到我身上，没感觉，痒痒的，所以这关我肯定行。你大圆满当然不怕了，估计雷神都得怕了你。编，你还真能编，还雷神劈你，你咋不说玉皇大帝天天请你喝茶呢？就你这弱鸡呀，等会儿进去了，别被雷劈成肉酱，弄脏了地方。就是吹牛也不知道打草稿，你可知道这满天雷劫的厉害？等会儿别吓得尿裤子啊！好了，诸位，请吧，来，进去吧。这哪是人能承受的呀？这一道雷要把我浑身骨头碾碎了，太恐怖了！是我感觉灵力都要被这雷打散了。这才第1道，后面可怎么活啊？怎么可能进去这个菜鸟？都是废物，这点雷电都受不住。哟，真能嘚瑟，也不知道谁啊，前2天开天书，炸的衣服都不剩。楚老大，给我闭嘴！上官小姐，我们往中心去一去吧，那才是我们这种高手该去的地方，顺便还能赚点钱。哎，上官小姐，这地方还能赚钱啊？你这土包子自然不懂，这雷电结间中心区域可不简单，能把雷电之力吐进法器，出去之后这雷电之力可是能卖大钱的。就你这小身板，怕是没那本事去挣那点钱，估计刚靠近就被雷劈的爹妈都不认识了。早就准备好法器，在这里赚大钱了。等储存好这雷电之力，能卖至少100亿。好嘞，媳妇儿。不知死活的东西。退赛，我要退赛！再这样下去，连命都没了！退赛！我也要退赛，太可怕了！走。
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中心雷电区可是普通雷电区的10倍，这小子怎么跟个没事人一样？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就算是我去中心区，也得错开雷电。这小子也太邪门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听大师兄说过，这中心区域在闪雷时会有1/1000的空隙，若是运气够好，能找到那死穴，便不会受到雷压侵袭。呸！这小子肯定是运气够好，找的那死穴，要么就是楚老赖又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又作弊。哼！赵玄的师兄可是上届武道会榜首，年轻一代第一人，他说的话肯定不假。可恶，楚家是怎么知道死穴的？又让这傻子钻空子耍赖！你又说我们作弊，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就别狗吠。我看你那脑是被雷劈坏了。哼，就让你们作弊又如何？每次雷击的死穴都在变，但凡他被击中一次，必死无疑。我倒要看看这小子的好运能撑到什么时候。靠歪门邪道撑场面，终究是昙花一现，只会让人笑掉大牙。就是，有本事靠自己，真本事扛来啊！呸！装模作样的耍赖小子，等死吧！要等也是你们等，气死你这个王八蛋！这小子运气真好，要是他能再撑9点就好。中心区域处的雷电若足够强，拿到时正好帮助我爹完成那件事，到时候我们林家就能称霸世界。哼，走着瞧吧。哎，马上就到五雷轰顶了，连元婴大圆满实力，不想死就赶紧滚！你们看我干什么呀？我还得在这儿替我媳妇儿接收雷电赚钱呢。要走你们走，反正我不走。真是气死我了！这个该死的家伙，你怎么死在无量轰顶之下？是元婴突破化神时的五雷轰顶阶，他终于来了！你小子总该撑不住了，这次看你怎么死！本少来观战，等的就是这个时候。等那小子被雷劈死，就能找楚老赖一箭之仇。哎呀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是说什么大神？牛，太牛了！楚老赖，我早看透你的伎俩，这小子站的位置就是雷劫剑的死穴，我现在把他拉过来，看他还怎么装。哎，你又看透了？你真厉害！原来如此，难怪他能扛住五雷轰顶。我看他是怎么死的。五雷之后，松帆胜负。雷劫只会越来越迅猛，10雷、20雷马上就来，我坚持不住了。哎呀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我还要给我媳妇充电呢。赵玄，你可是8王之一呀，怎么4次都没料到呀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哎，前面怎么有什么东西，挺亮晶晶的，好漂亮啊！默默，
不要轻举妄动。传说中的武神试炼区20来后才会出现，雷压是其他区域的好几十倍，那可是武神候选的加分项。没错，上任武神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，直接被国手钦点。那傻小子敢这样去对，怕是会被雷电的，扎都不剩吧？快去死吧！在那出版黄报之内，就能用来冲开千年恶龙的封印。到时候，你引发这么多年的大事就成了。一只凡夫俗子也可以议论我家的小神仙。默默，就是那纸架，等把店铺满了，咱们至少能卖500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默默，小心！哇，楚小姐，真的，这里储件速度飞快。反正最后10个出去都算晋级，现在就剩2人，我算晋级了。哎，楚小姐，出晚了，这下发大财了！这下我们可挣了500亿啊！默默，我们走。哼，赵璇，这关算你拿第一了。我的实力本来就该上官小姐可比他轻松多了，这第一也不是名副其实嘛。就是啊，可不是，陈默的表现都比他好，就他还能进作弊。楚家又作弊，他不作弊怎么可能撑那么久，还能站在武神候选区里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我也觉得他是作弊，我也觉得他是。老夫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没有证据啊。如果说各位能拿出证据来，我立马取消他的资格；如果没有，那就只能按规矩来。陈默，晋级。哎呀，一群跳梁小丑。默默，我们去休息一下，准备下一关。让让，让让让让！呸！下一关本王一定要拿下楚家那小子。沉默弟弟，什么事啊？沉默弟弟，这法器能不能借姐姐用用啊？刚才为了撑到最后，我可消耗了好多灵力呢。这雷电之力对我可重要了。林夭夭，你这妖女在这干嘛呢？哼！弟弟，只要你把法器借给我，我做牛做马都可以啊。真的什么都行啊。我当然能够借给你，可是这个是我媳妇儿的东西，我做不了主，你得问她。脱？怎么不脱了？不是什么都行吗？哈，真以为露个胳膊露个腿就能随便勾引人了？你也不看看勾引的事实。我们家默默是你这种货色就能勾引的啦，还想借法器？还是下辈子吧。媳妇儿，离我远点。第3回合名为挑战自己，此关会有性命之忧。晋级的10位选手，请自行掂量喽。又来这关，当初这关可是让3位天才重伤退役啊！何止啊！听说这次守关的是凌云天王秦风，当今年轻一届最强者，化神境巅峰的超级高手啊！秦风大哥，居然是他！没错，此关将由秦大师亲自坐镇，他会复制每位参赛者的力量，再加1成的战斗力与之对掌。秦风可是赵玄的大师兄，100年一遇的科研天才。听说他能把战力数值化，可不是嘛！以前的锦屏队长便测出3位隐藏的化神境，堪称点石成金。没想到这次是要通过他守这关，这难度堪比地狱级啊！臭小子，听到了吗？这关可没什么死穴让你钻。我大师兄生平最讨厌作弊的人，要是让他测出你那3脚猫功夫，不退赛也得被打成残废。哎，默默，别听他吹牛了。
等会儿你就按照规则说的做，对个掌就行了。队长，就拍拍手吗？拍手？等会儿你这傻子就会知道，那是催命掌。默默，你别怕，秦风虽强，他复制的实力也比不过你自身的能耐。某些人与其操心别人，不如好好想想自己能不能接得住。你关心我家默默干嘛？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。你的默默，你怕是在搞笑吧？他是我家默默，我爸和他爸是师兄弟，按理他还该叫我一声师姐。师姐，默默跟我已经订婚了，就是我们楚家的人。婚约真假难说，还得看默默愿意跟谁。跟谁也跟你没关系。好，太好了！大师兄喜欢上官小姐，要是让他看见上官小姐对这个傻子这么上心，肯定会下死手。我管得着吗？这小子到底是你什么人？是秦风，武道界年轻一代第一人，才30岁就到达了化神境巅峰，100年难遇啊！听说他对上官小姐有意思，想当武神女婿呢。我好像不认识他，他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哎，小凤，他到底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师弟陈默，上任武神之子。上任武神之子？就他，连筑基都没有，简直丢尽武神的脸。难怪能过前2关，原来是有猫腻。等下就看他怎么出去。一群自以为是的蠢货，既然能混到第3关，那就进来吧。这就是秦风的能力，这科技间是他打造的。没想到他不只是武道天才，还是科技鬼才啊！是啊，没想到还是个超级富豪啊！这里面的科技不得值个百亿千亿啊！不知大师兄这通道里到底是什么？科技帝国吗？我可太期待。走，看看去。哼，楚明月，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我会拿到你的法器。到时候解禁那只千年魔妖，整个世界都要臣服于我林家。第3关开始，只要穿过这道光结界，即可面见国手，接受赏封。就这么简单？别高兴太早，这智能结界会读取你们的最高战力，再模拟出高出半个等级的力量发起攻击。你们只有扛住这一击，才能通过。什么？高出半个等级？这怎么可能扛住？这不就是逼着人去送死啊！默默也是神隐大圆满，这科技系统难道能模拟出更高的战力？这结界最高能模拟出什么境界？它会根据你们的战力值提升半个等级，再以我的实力为基准，减去相应数值计算攻击。简单说，我的实力是上限，你们的实力决定攻击强度。就你这区化神巅峰，连默默一根手指头都打不动，还上限？要是现场有人战力数值比你更高呢？这花费1000亿的系统，岂不成了摆设？小凤，你虽优秀，但还没成长到能与我比肩的地步吧？我又不是说我，说不定在场超你100倍的人都有。这智能系统是我秦家花1000亿打造出来的，自动读取在场最高实力者，以他的战力为参照，减去对应差值，再模拟高出半个等级的攻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以我化神巅峰为上限等级。若是有人是化神初期，便以化神初期为巅峰等级进行攻击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按这解释，系统岂不是自动读取了沉默的等级？按照他战力数值的话，会闹出人命的。小凤，你是除我之外年轻一代实力最强者，不如你先来试试我这系统如何？不了，我可还不想死。
看来上官小姐也怕，那我就第一个通过结界去见国手，神候选之位是我的了。赵玄，别！区半个等级，我难道还扛不住？哼！想死的人真是拉都拉不住。哼！刚刚不知道谁说作弊来到这里会被拍死，该不会他才是作弊才跑到这儿的吧？啊，不是说才抢半级吗？怎么会？赵玄可是化神初期啊，怎么被一击打成这样？这结界的攻击也太恐怖了！秦风大人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，连他设计的结界都这么厉害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你的实力。小凤，你也来试试。如果连你都不敢的话，我看某些庸才也不用浪费时间了。连上官小姐都不敢上，那我们就更没希望了。这关根本就是绝境嘛！秦风师兄，你怎么不去试试？依我看，怕是连你都过不去。笑话，这个结界是以我的实力为上限基准，我怎么可能过不去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你要是过不去，这关不如直接取消算了。这破系统以沉默那变态实力为上限基准，这谁过得去？你这化神巅峰算好起，这女人够狡猾的。小凤建议取消，怕你想保护沉默的分。我听说某人是靠作弊才混到这里，早让很多人看不下去。敢不敢上来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？该不会像条狗一样被拍死吧？唉，看你们一个个不敢上，那我就先来吧。早通关，晚休息。别去，让秦风先上，他肯定过不去。哼，是就是，让你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，跟某些需要你保护才能活命的男人有着本质区别。楚小姐、上官小姐，怎么感觉他好像在针对我呀？不用在乎这装逼犯。什么装逼犯？本天王有的是真正的硬实力，现在就证明给你们这些凡人和垃圾看看。果然如此，这科技结界读取的，自始至终都是默默的实力，太强了。还说武韬剑年轻第一人呢，就这么被自己设计的东西干趴了，连秦风都过不了，那我们还是个屁呀！花千亿就搞出这破玩意儿，怕不是个废物系统吧？取消，必须取消！取消！取消！快看，是武神降临！武神！武神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武神！武神！武神！武神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秦风通不过结界，肯定因为系统读取了上官武神的等级。秦风虽强，但跟武神比起来，算个屁啊！对，武神一定是这样。刚才武神大人进来，结界肯定感应到您的武神威压，才会爆发出远超化神境的攻击。我没有输，我开发的科技结界也没有问题。武神！真傻，武神才刚进来，你们可真能脑补。武神！老夏，只因我查到当年魔妖宫的余孽混了进来，恐会对国手大人不利啊！我身为武神，不得不赶来护驾，所以才不小心搅乱了龙运大会。魔妖宫那不是18年前被剿灭的邪派吗？他们怎么还敢出来？我的天哪！当年他们把龙国搅得天翻地覆，何止那是京城血流成河，3大世家被灭了2家。上任武神为了剿灭他们受了重创。听说他们用活人炼血丹，一夜之间屠尽半城，手段狠得不像人呢。没错，虽然当年我们重创了他们，
但是魔道人林仙鹤带着残部逃脱了，这些年一直销声匿迹，没想到竟藏到了龙运大会上。林仙鹤果然是个大坏蛋。武神大人言重了，今日您能驾临，是我们的福气啊！我被结界镇伤，只能说明我与武神的境界还差着天堑，心服口服。今天就由您带领我们全面林仙鹤，决擒妖魔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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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把这结界撤了，面见国手大人，免得耽误事儿。关了结界对您来说太简单，只要您过去按下那绿色按钮就行。爹，别去，有危险，恐怕您也过不去。小凤，你太小看为父了。为父堂堂龙国武神，神隐境高手，难道连一道结界都还破不了吗？在这个世上，能让本武神吃亏的东西，怕还没出世。那可未必哦，做人啊，还是别太自大，不然会倒霉。哎，楚家的黄毛小丫头，也敢质疑我？我上官战纵横战场30年，从没人敢说我自大。没错，这结界我今天开定了。楚老赖装神弄鬼，竟敢装到武神大人身上。这结界若不是以武神实力为基准，难不成是以你家那位连筑基都不到的傻子为基准吗？就是。既然不听劝，非要去吃苦头和丢人，那就去呗。还要装神弄鬼？那就让你家傻子去试试啊！怕是刚碰到结界，就得变成肉泥巴不闹。楚家丫头虽然无礼，但也没必要拿那小辈性命开玩笑。结界我来开，你们看着就行。默默，去把结界关了，别让武神大人丢了小命。好嘞，媳妇儿。小子，站住！哎，楚家丫头，一边玩火，这结界连清风都挡不住，他去必死无疑。别在这胡闹，走开！你们看好了，让你们见识一下神隐境的力量。给我！武神大人居然也被一巴掌拍飞了，连武神都挡不住，这结界到底读取的是谁的实力啊？不会是秦风花牵引的系统出错了吧？谁都过不去就完了呀！那个，请问一下，哪个按钮是关结界来着？他是怎么进去的？光墙呢？刚才那能拍飞武神的光墙呢？我就这样进来的呀。我又出来了，我又进来了，我再出来，怎么可能？我又进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是结界没电了。就是，就凭这傻子，怎么可能凭实力闯？原来如此，是没电了。就是刚才连神隐境界的武神都被打了，耗光能量很正常，太正常。吓我一跳，还以为这小子跳通天本事呢，狗屎运的傻子吧？就让结界没电。系统根本没断电，是什么的？他真能随手关掉结界？连武神爹爹都扛不住的攻击，在他面前竟然像玩物。他的功力竟然到了如此境地，一群傻子，还说别人傻。相府先生，按照规则，我们第3关是不是就可以获得武神候选的称号和奖金了？没错，按国手大人指示，只要通过此关结界者，可获得武神候选称号及500亿奖金。若无人通过，该殊荣就属于秦风先生。500亿，好多好多烤腰子！嘿，休
就想，前2关靠作弊，第3关靠运气的人，凭什么继承武神称号？就是，没错，就是不惜摸狗的脚，也配拿500亿奖金。我们不服，要求重选，重选。作弊，证据呢？前2关，你们谁看见默默作弊了？说默默作弊的人站出来。运气没电，那你们怎么碰不上这等好事？嗨，有本事你们内审，你们进去走2圈啊！至于资格，规则写的明明白白，通过者得奖励。现在结界已经关了，我们默默是唯一能自由进出的人，不是优胜者是谁？武神候选称号，他们想要就拿去，我们不争。但是这奖金按规矩该是我们的吧？我有个主意，让结界重新打开，让沉默再走一次，是不是真实力一试便知？说的没错，我也同意，让他再走一次。楚小姐，你不是有一个充满雷电之力的法器吗？沉默再走一次，不就可以堵住所有人的嘴了吗？好，冲就冲，谁怕谁？我的法器！好快的速度，是神隐境高手。是魔妖宫公主林仙鹤。有了这满含超级雷电的法器，魔妖宫千年的怨魔就能解封了。瑶瑶，干得好！爹爹，你过奖了，都是女儿该做的。等千年怨魔出来，整个武道界都要臣服，龙国也将由我们林家掌控。你们这些人都得给我们跪下！快，一起抢回法器，绝不能让他解封那千年魔妖。不济，龙国必亡，世界都跟着遭殃！快去！休想得逞！在场的除了上官战都是辣子，偏偏上官战重伤了，这天下就没有我的对手了。你怕是在做梦？比你厉害100倍的人就在此地，还敢大言不惭、胡说八道！那我就先送你这武神之女上路。怎么这样？这小子能挡住神隐境的攻击，他难道比神隐境还厉害？不可能，是不是打歪了？绝对是打歪了。这小子虽然实力拉胯，运气却是逆天啊！一群傻子！我们上官飞凤那女人真可恶，居然敢趁机勾引我未婚夫！天下没人能吃我一招，还毫发无损的小子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叫陈默，下山来，我小妈让我来打你2拳的。劝你赶紧把法器交回来，要不然我再加1拳哦。小妈说了，我的拳头很可怕的。小妈打2拳，这时候说这个，这小子他是个妈宝男啊！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肯定是我打歪了。小妖，你来解决他。我要去解封千年魔妖，诛杀国手，这世界很快就是我们的了。我爹爹刚给我传功力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化神境高手，在座的没有人是我的对手。不识好歹的小子，害我之前还为你受过伤，还不吃人家的美人计，哼！我要你的命！上官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，你又救了我。狗男女，
我要你们的命！死，都得死！别挠了，好痒啊！你这鞭子软乎乎的，跟小麻真的毛线团似的。痒，我让你痒！哎，左边也挠挠，还有这边。我杀了你！这根本就不是战斗，是羞辱！你信不人家？没时间浪费了，快去呼叫，绝不能让林仙鹤得逞。各位，我宣布龙运大会因突发事件暂停。现在我宣布，谁能护住国手性命，即刻获得500亿冠军奖金。若得国手认定，直接册封为下一届武神，名利双收。500亿！默默，快走，保护国手去。500亿都够买一火车烤腰子了。我要一口气吃100个。沈晨豪是我的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气质的女人，比上官小姐还让人不敢直视。大胆！谁敢擅闯到国手大人面前？隐卫统领默认在此，闲杂人等，拿下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奉相府先生之命来保护国手大人的。那是我们隐卫的职责。哼，就凭你，报上名字和修为来。我叫陈默，还没筑基。没筑基的废物，也敢来保护国手？怕不是来做菜的？哼！默认统领可是化神大圆满高手，用得着这小子多事？见过不自量力的，没见过这么傻啊！笑话我！化神境很了不起啊！刚刚武神都破不了的捷径，就是我家默默突破的。什么？知道厉害了吧？现在魔妖宫林仙鹤带着能解封魔妖的法器闯进来了。赶紧收起你们那副傲慢的嘴脸，求我们家默默保护国手吧！你就是大赖王楚明月吧？果然牙尖嘴利，满嘴跑火车，差点我就信了。哼！总比某些自大狂巧。你们现在有时间在这摆架，还不如想想怎么防林仙鹤，保护好国手。放肆！竟敢在国手面前逞口舌之快，那我便试一招猎佛。你们若接得住，我就给你保护国手的资格。来事儿喽！默认大人这招猎佛专缺一武。楚老赖身材这么好，有好戏看了。我们就等着瞧热闹。是就是，放马过来吧，谁怕谁啊？那就接招！默默，这种小儿科的把戏，我传你功力，你直接给他反弹回去。好嘞。哇！原来老大身材这么好，我这小子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们这是什么邪招？可恶！要说邪招，也是墨统领的招数，怪我们了。哎，楚小姐，我把她衣服弄破了，咱们要赔钱吗？关我们什么事啊？赔个毛线！国手大人，林仙鹤这时间怕是去解封恶魔了，他想取而代之成为国手。您怕得赶紧转移。这少年好生奇怪，你真是龙运大会新科冠军？国手大人，
还是别躲了，受死吧！哈哈哈哈！你死之后，我就拿你的国手之位，号令天下！啊！哈哈哈哈！保护国手，杀败魔妖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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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群蠢材，本想等解封千年魔妖再收拾你们。既然你们主动凑齐，那我就把你们一锅给端了。不好，小黄瞒了我们！所有人合力把他挡回去！不行，我们人多聚不起合力，这神印经太强了。陆小姐，陈默，快来帮忙啊！国手危在旦夕啊！现在知道求我们了？刚刚谁说我们家默默是废物，靠作弊才胜出的？又是谁说他不配拿奖金的？现在倒是想起我们了。抱歉啊，我们这实力不配护驾。确实，我一个筑基还没到的菜鸟，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国手大人，你旁边那个小子就叫陈默，他是本次龙运大会的优胜者，更是单使将万金置顶弹飞的人物，快请他护驾呀！默默，救我！我想帮，可是怎么办呀，媳妇儿？现在怎么办？对我们的，现在知道来求我们了。陈默小友，先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小瞧了您。如今国手危在旦夕，苍生难保，恳请小友出手相助，大恩不言谢，事后定有后报。你凭什么让我们去求一个筑基都不到的傻小子，还要我们道歉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住口！你们这帮蠢材，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形势了，不是吗？对不起，楚小姐，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楚小姐，恩怨暂且放下，眼下保住众人性命才是头等大事。陈默，我知道你不是睚眦必报之人，若你这次救下众人性命，我将册封你为下任武神，赏赐500亿。既然国手大人都这么说了，去吧。哎，好嘞。林老道对吧？我小妈让我下山打你2拳，麻烦你配合一下。切，哪来的蝼蚁不知天高地厚，凑数也得看看自己的斤两。滚开，别脏了本座的手。这是第一局。哎，怎么还飞那么远呢？小妈说打2拳，还差1拳呢。默默下得漂亮。国手大人，500亿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了？不对，刚才是我们众人合力挡了林仙鹤绝大部分力量，明明就是这小子钻了空子，又捡了便宜。对，我们拼了林仙鹤那么久他才上，分明是等着钻空子。跟着楚老来，果然就会耍这种手段。蠢材，我们也帮忙。一群蠢材！我现在还看不明白，他刚才打的那一拳，实则蕴含比我强大100倍的神隐境大圆满力量。否则林仙鹤那种人物，岂是捡便宜就能打飞的？神隐境大圆满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子看着才20上下吧？比上官战神还强100倍，我没听错吧？神境大圆满，骗人的吧？我小妈说我连筑基都还没成呢。默默，谢谢你又救了我1次。陈默，你实力超群，诛杀魔妖宫公主，护驾有功，现封你为下任武神候选，赏赐500亿。这么多！默默，我能给你买一火车烤腰子啦！哎，默默，你跟我走，我每天能给你买一火车烤腰子。真的？惊着吗？
木木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的，我。陈默，你爹是不是叫陈平安？哦，你认识我爹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果然是我侄儿。是这样的，我跟陈默的爹早有约定，说日后生了一男一女就结为亲家。我要是娶了女帝大人，怕是天天都下不来床。是啊，公认的超级白富美啊！其实你和我们家凤儿本就该是一对。胡说！默默，这父女俩一看搁这唱双簧呢，你别给他们骗了。我堂堂武神，岂会骗人？婚书我都有。喏，哎，这上面的字迹和我和楚小姐婚书的字迹一模一样。不就是婚书吗？谁没有啊？真有婚书啊！这小子和2位大美女都有婚约。这小子祖坟冒青烟了，有一个我都下不了床，他居然有俩，这纯属于鲜花插在牛粪上，也不是这么插的呀！陈默，连我都要羡慕了。楚小姐和上官小姐哪一个都是绝世倾城啊！这样，今天你们都在我面前了，我就当回证婚人，你选一个。小孩子才做选择题，成年人我2个都要。这小子这么不要脸，这小子疯了吧？想实现大被同眠的终极梦想，好羡慕！呸！我的意思是，那好无耻！就想，我才不跟这个女人一起呢。我也是，有我没她。哼！好一出儿女情长，可惜我们都没机会成亲了。我答应了，没有闪，你靠骗，靠偷袭对付一个小童子，你们觉得你不是？默默，什么人？能成功偷袭陈默？千年魔妖，魔妖！教主，千年魔妖他出来了，我们完了呀！传说当年杀了成千上万人，差点毁了龙国的大恶魔，他真的被放出来了！这小子确实邪门，不过被千年魔妖偷袭干，你们这些蠢货都他妈是待宰的羔羊！总算收拾了那怪小子。哦，我就说他心思太单纯，再厉害也叫不出偷袭呀。看到了没有？我把千年魔妖解封出来，足可以压倒整个武道界，再也没有人能阻挡我们。快把国手全力叫出来！默默，你醒醒，你怎么了？默默，你振作点，我们需要你。好多祭品，我现在需要钱。快看，是轩辕镇魔图，我们有救了！轩辕一族的镇族之宝啊！国手大人，你原来是轩辕后裔。没错，我名为轩辕玲珑，这是先祖轩辕大帝流传千年的法器。当年他虽重创魔妖，却未能彻底斩草除根，便留下镇魔图，盼后世有能者借他除魔。我本以为千年的等待终于能盼来这等能女，可惜他还是太单纯了。没有神引境大圆满武者，这魔图需取重力。所有人听着，步入灵力，国手大人守住国墙。力量不如对方，这样下去迟早要被攻破。
国主大人怎么办？你们撑住，我去想办法。这是轩辕一族的阴阳合玉佩，能引动天地阴阳二气。沉默体内力量因重伤紊乱，若有人以自身精气为引，与他借玉佩调和，或许能助他苏醒，甚至冲破桎梏，踏入千年来无人能及的至尊炎黄境。真能救默默？那快！等一下，这么做风险极大，他的力量过于狂暴，若控制不住，引气者会被反噬，轻则香消玉殒，重则魂飞魄散。大姐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带着我们崇祯出家哦。好，我来。默默，你这大笨蛋，这都能被偷袭。等你醒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默默，你救了我2次，现在轮到我救你了。求求你振作点，一定要醒过来，大家需要你。默默怎么样了？你受伤太重，已经撑不住了，快滚开！你想替我吗？你难道不怕死吗？这种舍命的亏本买卖，像你这种占尽便宜的大老赖，你会做？啰嗦！默默本来就是我老公，救他是我分内的事。你这狐狸精，给我让开！你才是狐狸精！明明自己怕死后退，现在又来抢功！谁抢功？默默本来就是我老公，明明就是你横插一脚。你们拿一个旧婚约就能抢我老公吗？我和默默的婚事是父辈定的，你那才是骗婚！放开玉佩，我自己来！就你现在这副模样，还想跟我抢男人，不自量力！默默，别怕，我来了。楚老赖，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。我欠你的，还清。楚明月，你醒醒！楚明月，楚明月！哎，上官小姐，谁把你衣服脱了绑在这儿啊？楚小姐，你醒醒！楚小姐，谁欺负你成这样了？我一定饶不了他，楚小姐！楚小姐，她为了救你，赌伤了性命。楚小姐，为了救我。炎黄剑，这是传说中的师尊炎黄剑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到了1000年前那就是现在，轩辕图！大家注意！你封死他！快叫我出去！蠢货，你真以为我们千辛万苦解封是让你来称霸世界的啊？我爹早就练成了吸灵式魔术，等着就是你被解封时力量最紊乱的这一刻。不好，到时候他将成为最恐怖的神隐大圆满，
我吸收后只会比你更强大。我现在已经是武道界最高境界，天下无敌。武神、国手，在我眼里都是蝼蚁。从今往后，这龙国是我的，这天下都是我的。你们这些废物，全给我跪下！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！完了！这气息，强大的令人发指啊！绝对没人再是他对手。大家一起上，也绝对伤不了他分毫，还是投降吧。他居然还活着！被千年魔妖偷袭要害都没死到底，是何方神圣？他竟然还活着！完了！小凤肯定瞧不上我了，我和他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龙大师兄都对这小子自愧不如啊！你这蠢货，来得正好！你以为神隐境大圆满很厉害吗？我爹现在才是最高境界，他会亲手宰了你，替我报羞辱之仇。这毛头小子命挺硬的，不过你以为我现在还会怕你吗？我今天就让你知什么才叫绝望！我要捏碎你的骨头，我要让你亲眼看到你的女人给我当侍女。正好，我小妈让我下山打你2拳，刚才打飞你那次算1拳，这第2拳一定会送你归西。你的气息好像变了，像是脱胎换骨一样。这男人终于不一样了，现在的他才是真正的天下无敌。轩辕玲珑，你少放狗屁！在这虚张声势，你才是天下无敌！现在跪下投靠我，还能当我魔妖宫的小弟，留你们一条狗命！要是你还信那女人的鬼话的话，等下我爹动手，将你们统统赶尽杀绝！这下可怎么办啊？我投靠魔妖宫，陈默那小子就是跟他出老赖，一直在装腔作势，哪有什么真本事？千年魔妖的力量，这才是实打实的真本事。你们一群见风使舵的东西！蠢货，你们很快就会后悔。沉默，看到没？这就是人性。现在跪下来求我爹，等下还能留你们全尸。废话真多。沉默！陈大神，果然您才是至尊，您才是天下无敌啊！对，我就说李仙鹤是垃圾，给你碗鞋都不配。呸！你们这些人，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现在见默默赢了，又将刚才的陈词滥调套在默默身上，你们这些人也配活着？确实，这种叛徒留着也是祸。来人！沉默至尊，人家错了，你才是天下无敌，我不应该跟你作对的。要不我给你当牛做马，真的做什么都可以哦。哼，默默是我和楚小姐的未婚夫，就凭你也敢勾引？楚小姐，楚小姐，你醒醒啊！你还没给我买1卡车的烤腰子呢，你不能死啊，楚小姐！沉默，你现在可是千年至尊炎黄境，你可以掌握世间生死，你怎么哭得像个小孩似的？哦，传说中的至尊炎黄境，只要尸体还没凉透，你就有办法让他起死回生。默默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用你的力量救醒楚小姐啊！啊，快看！楚小姐动了，这太逆天了，简直颠覆人类的认知啊！我等膜拜的五体投地了。我没死。媳妇儿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看来默默最喜欢的人是楚明月。
好啊，楚小姐，我承认你和默默的婚约，你配当他的妻子。用你说啊？那沉默，那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到底选谁？我，你说，俩姑娘都这么漂亮，沉默天尊会选谁啊？不好说。楚小姐跟他共过生死，上官小姐又富又美，还有婚约呢。楚小姐陪我闯过最难的关，陪我尝过人间烟火。楚小姐，我喜欢你，请嫁给我。你这大笨蛋，傻瓜！你小妈给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呢，1000亿你挣够了吗？上官家的金山银山也不要啦。上官小姐，你干什么？当年我们两家的婚约，现在还认不认？反正默默还有2个小妈，我又不介意他孩子有2个妈。不过我要当大的。认，当然认。50岁就想嫁给你了，而且我的命都是你救的，不认你，认谁啊？媳妇儿，快来！我早说了，小孩子才做选择题，成年人我都要。好一段佳话，是该庆祝庆祝。上官武神、相府先生，听令，马上替沉默天尊筹办婚宴，全国放假10天，普天同庆。我手英明，我手英明，舵手太好了，手英明，舵手太好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做大的，我做小的，凭什么？我比你大好不好？比比啊，比比啊，比啊，谁怕你啊？那看谁的？比啊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你就是不敢跟我比。